我一直都对一件事情很有疑惑。既然你们都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么凭什么以为自己能够带走我？当年你以1剑赢万甲，西楚国破后，世人也以为你早就见折身死。这种情况下，即便你苟活下来，想必也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内伤。设若你依旧如当年一般功力高深，那为何这么多年你不现世，又为何不为西楚报仇？所以，虽然你还活着，想必你的功力也不是当年那般了，是吗？畅言小计。已是许久，未曾真正出剑。父亲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救我的师父。你知道你的师父是谁吗？他究竟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永远都是我的师父。我确曾身受重伤，但这几十年间，我已重续经脉。今日拔剑，愿求一战。如仙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虚张声势？如仙，乖乖跟我们走吧。钱东城小霸王在此，谁敢伤我师父？你受伤了？先生对我留了手，无妨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温家温壶酒来晚了。又是你们，阴魂不散。尊师，他便是拥有天生五脉之人。看来今天的收获还真不少啊。东君，退下吧。你现在还打不过他们。如仙，且慢。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善茬，先生的身体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过我文虎九。只怕此战之后，多谢你。不过或许这是最好的两全之法。路已走到这儿，就让我回忆起年轻时的力量吧。
东君，你已学会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如今，师傅教你他的下半部分。看好了，他叫大道朝天。明月落雨滴，得成仙人场。仙人欲何去？遥指蓬莱巷。此乡因何有？玉石碎琳琅。千金琉璃盏，美人系腰蔓，所欲皆得偿。仙人得闻后，四顾空茫然。弗然振剑环，碧血尽残阳。原来，这才是传说中的绝世之剑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以为只要练了绝世剑法，就能纵横世间。后来才发现，当拥有绝世剑法，便需担起承天之责。遗憾的是，最后还是没能护住我的故国。东君，大道朝天，你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。等你找到了自己的道，你就一定会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名扬天下。师父。5年之内，你们绝无恢复功力的可能。如仙，你为了你这一剑，值得吗？或许，我还有第2剑。哦，今日得见先生，方知天地之广阔。挥自剑剑手，从心交不入坦荡，问出是一道光。师父。
师傅，您怎么了，师傅？诸位，能不能给我和我的小徒弟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啊？先生，再会了。小白梨，替我向你娘辞别。明年春日再过来找你饮酒，保重。师傅，东君，陪师傅喝上一杯。这些年来，多谢你的陪伴。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不，师傅，我带您去，我们一起去。您亲自挂上去好不好？哭什么？师父早就是应该死的人了。当年是师兄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，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只是强弩之末，全靠一杯药酒续命罢了。东君，人呢，只要背负的太多，就不那么自由了。说来也是矛盾，我既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，逍遥不羁，也希望你可以名扬天下，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活着，看着我名扬天下才可以。东君，是龙终究会腾飞，是英雄，光芒便藏不住。不管师父在与不在，都没有什么影响。不，师父，还记得你第一次闯进这院子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与你投缘，想都没想，便收你做了徒弟。可谁曾想，你竟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，只有那天是个偶然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？
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便是缘分吧。师父，这是凤凰树，是西楚的国树。可凤凰非梧桐不起，纵然是什么人世如仙，没有了西楚的土地，便留不住这凤凰。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东君，人生注定会充满了离别。你这一生还会经历许多这样的离别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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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父亲，师父，师父！东君他，放心吧，今日以后他就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恣意飞扬的八公子不是真正的江湖，剑林的剑客风流也不是真正的江湖。师父，师父！只有今日他所看到的这一切，才是真正的江湖。回去疗伤吧，我们在家等他回来。从此以后，
这世上便再没有这样一位可以风华动天下的儒仙了。无论敌友，这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其实，他本可以不死的。是啊，他本可以不死。他已是油尽灯枯之躯，可若他不出那一剑，便可以再多活数年。可他不愿重燃战火，亦不愿背叛故国，甚至不想连累镇西侯府，所以他故意赴死，为的是破局。我们可以想得更简单、更浪漫一点。啊？或许，这就是一个老先生对他徒弟的教导与爱。你虽然经常说一些废话，可是刚刚那句说得很好。哎，你是不是又讽刺我？没有。行了，老七。话说你奉命调查此事，但如今儒仙已逝，以你之能，应该已经想好了如何去禀报，既能抚平你父皇的担忧，又能保住这黔东城的安宁。那我们现在，朝廷的事了了，现在只剩下学堂之事。不知道侯爷可考虑清楚了？一定要东军吗？是啊。我可只有这一个孙子。侯爷，我知道您的顾虑，但是我对您说过，我此次来见您，仅仅是以学堂小先生的身份，这与我前些日子去寻古城先生是两回事。我想要百里东军，也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家师一直苦等的最后一位弟子。我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孙子。我的愿望就是让他远离纷争，一辈子在黔东城无忧无虑地做富家子弟。为什么你们非要把他推进深渊呢？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吧？大胆！你说什么？不是不让你说话吗？我是说，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。每一个人都会长大，人只要一长大，他就不可能无忧无虑的。他不久前才亲眼见到自己师父的死，你觉得他有可能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吗？不可能。况且他现在是西楚剑阁唯一的传人，全天下的剑客都把他当作目标。你镇西侯府能护得了他一辈子吗？若论剑术，就算学堂高手来了，我也不惧。内子承袭温家毒术，放眼江湖，又有几个敌手？他要练武，在我们这里便是，即使学到8分，谁能害他？学堂李先生如何？那你就让李先生来跟我说。他这个人不讲道理啊！我若讲道理，还能生出这样的儿子来？